Hello，大家好，我是猫哥。今天没有要开箱，我之前录了非常多开箱文嘛，然后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是拔草，而且我要拔的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品牌爱马仕。我今天要拔草4个非常热门的单品。那这4个热门单品呢，基本上是很多人刚开始接触爱马仕会考虑想要优先去购买的4样单品。那我今天会拔草这4个单品呢，分别是 Herbag， 然后还有就是 Herbag 的背包，然后还有 Garden Party。然后还有就是非常红的他们家的拖鞋，就是有 H logo 的 Oran Cento。如果你正在考虑这4个东西，那你一定要看今天这一集，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买。那今天第一个呢，我要来拔草的就是很多人的第一个爱马仕的包包，也是我本人的第一个爱马仕包包，就是 Herbag。大家可以看照片里面那个 Herbag， 那个 Herbag 大概就是我8、9年前第一次花自己的钱买的爱马仕的包包。那我一定要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当年会买这个包包。我觉得 Herbag 的优点啊，非常非常的显而易见。第一个当然就是高颜值，大家看一下我的那只包，我那只包是黑色的，然后有没有跟我现在手上的这个 Kelly 非常非常的相像？基本上一样都是黑色的包包，那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其实就是这个是一只全皮的包包，那 Herbag 基本上都是帆布的包包。那我觉得很多人会买 Herbag 3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长得非常的像 Kelly， 包含了大家可以看得到它最像 Kelly 的地方其实就是这里。扣环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像 Kelly， 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其实它也会有 Kelly 的那个扣环。那扣环也是非常的好看，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颜值嘛，长得非常好看。那第二个大家会买的原因，我觉得跟价钱跟取得性有关系。我帮大家整理了 Herbag 最新的价钱在旁边。基本上 Herbag 是少数爱马仕的包款里面是在2000欧元以下的包包，它目前还是在2000欧元以下。那我当年买的时候，其实它价格当然是相对比较低的。这只包呢，第一个价钱比较亲民，然后第二个呢是其实它相对好拿。凯利基本上是凯利 Birkin 都是属于 quota 包，所以基本上你一定要累积非常丰富的消费记录，你才有机会拿到一只。但 Herbag 基本上是 walk in 就有机会拿到的包包。过去其实在机场它非常的容易出现，那现在大家可能就不容易出国嘛，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其实 Herbag 非常常出现在官网，尤其是美加跟欧洲的官网，你时不时刷一刷，你就会看到这个包，所以它基本上是容易取得的。那第3个优点呢是，我个人觉得 Herbag 是一个很能装的包包，它的 size 呢比我手上的这个 Kelly 28还要大，它最小的尺寸是31公分，所以对于很多年轻的女生来说，你要放文件啦，然后甚至要放书啦、iPad 啊，其实它都是装得下的。那其实所有 Herbag 的优点都是我当年主要买这个包包最大的原因。Herbag 这个包基本上它的优点用眼睛看就会看出来。但它的缺点，你要真的买了，真的用了，你才会觉得，哇塞，原来还有这么雷的缺点。那到底它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缺点，其实大家可以看我照片里面，背起来10倍的样子，我153公分 ，Herbag 对哈比人来说超级不友善，因为它的那个肩带啊是不能调整的，就是说它肩带很长，我背起来，再加上 Herbag 是31公分嘛，所以我背起来其实就会背到屁股以下，它整个人就会大幅的拖垮你的身高，所以如果今天你的身高是155公分以下的人，我建议你就 pass 个包包。不过这个缺点呢，目前是可以改善的。最近有蛮多 YouTube 有分享，就是 Herbag 的一个包包啊，你可以把它包包整个拆掉，就是你可以把它原本的肩带拆掉，换成你想要的肩带。所以基本上这个缺点是可以改善的。那第二个呢，它的我觉得比较明显的缺点是它的上盖皮是一个马鞍皮。大家都知道，爱马仕大家最怕的2个皮革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box 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wift 皮，但老实说，大家怕他们是觉得他们很容易划伤了嘛？我的这个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用很久了。这只包应该，因为它是一个 vintage 古董包，所以这只包有30几岁。那我买到现在也是用了大概两年多了吧。然后大家可以看，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划痕。然后大家再看我照片里面 Herbag 的划痕，我的上盖包啊。上盖大概划了就是很明显的划痕，但其实 Herbag 那个包包的使用频率比我的这个 Kelly 还要低。我买 Herbag 这么多年了，每一年大概用不到1次。
但其实我卖掉的时候，它上面是充满了划痕的，所以它上盖是非常非常容易滑的。所以如果小伙伴呢，你们觉得 box 皮跟 Swift 皮很危险，我可以告诉你，Herbrand 上面那个马鞍皮更危险。那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缺点其实是我卖掉那个包包最主要的原因。Herbrand 这个包包，它非常的难开关。它这里仿效它的这个 Kelly 的部分是它最有名的部分，可是其实 Kelly 的这两个带子啊，这里这个是非常非常好扣的，但 Herbrand 不是。它要开关它基本上是穿过去，它这里有个圆形的孔，它会穿过去。光开关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大多数的人用那个包包是不关这个包包。大家可以看照片。知名的韩国女明星 Jessica， 你看她使用这个包包，她完全没有把这个包包关起来。然后其实多数的人都是一个半开的状态去使用这个包包。所以如果今天你是没有办法接受包包处在一个就是开放式的状态，我觉得你真的不要买这个包包，因为这个包包非常的难开关。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把这个包包卖掉的原因。那第二个我要拔草的包包呢，是 Herbrand 的另外一个版本，叫做 Herbrand 的背包。我刚才讲过，我觉得 Herbrand 这个包啊，开关非常麻烦嘛。你可以想象这个设计用在背包身上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神鬼设计耶，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变成背包之后只会更难开关呐。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Herbrand 至少你会 cross body 背嘛，或是你是肩背它，所以基本上你至少半开的时候你还看到这个包包的状态，背包是背在后面的，所以基本上那个 Herbrand 背包我是更不推荐，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入手那个包，它真的我觉得会非常不好用啦。那第三个呢，我要拔草的也是一个超级受欢迎的包包，叫 Garden Party 花园包。那 Garden Party 呢，它基本上有2个尺寸，30跟36公分，然后还有皮革款的跟帆布款的。那我今天要拔的呢，其实是36公分的皮革款。其实我自己觉得 Garden Party 的30公分是好用的，我自己的妈妈也非常喜欢这个包，而且它很常使用。但如果是36分的皮革款，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入手。原因是因为呢，多数人买这个包是拿来通勤或做妈妈包的。你可以想一下，你通勤包你会放什么？你会放文件，然后 iPad， 然后 maybe 甚至笔电。那妈妈包你会放什么呢？你会放奶瓶、奶粉啊，然后小朋友的换洗衣物啊，然后最近疫情嘛，所以会有一些消毒的用品。这些东西都不轻，那你就想想看，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一个36公分大小，而且是全皮质的包包，你那个包包会变得非常的重。所以我基本上有买过这个包包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我发现他们那个包包后来他们都没有用，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包包空包的重量就高了，所以你又放了这么多东西进去，其实最后就会变成非常的重，你使用下来一天了，你的就是肩膀啦，然后或是手臂其实都很酸，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要考虑的是36公分的包包，大家可以优先去买他们的帆布款，或者是说你喜欢皮革的，那大家就买30公分的就好了。那最后一个我要拔草的呢，其实是他们家非常知名的鞋款，那也是他们家价格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亲民也比较低价的一个鞋款，就是 Orencental， 这个非常知名的有 H logo 的拖鞋。这只鞋啊，其实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别人分享它算是一双我觉得就是毁誉参半的鞋子，喜欢的很喜欢，讨厌的非常讨厌。那喜欢它的人呢，觉得这只包非常的经典，然后非常的招牌，价格也还可以接受，然后还算好穿。那还有另外一派的人就觉得这双鞋难穿到爆炸，而且就是声音非常的大声。我本人是属于后面这种。那如果大家要买这双鞋呢，我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专柜试穿，千万不要在官网上买。原因是除非说你已经买过了啦，就是你确定这个鞋子是你可以穿的。如果你第一次一定要去专柜试穿，原因是因为这双鞋子非常的挑脚型，我本人的脚型是这种很窄版的鞋的脚，然后其实我之前有穿过这双鞋，然后我穿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原因是因为大家看图片里面那双鞋的那个 H logo 的地方啊，其实它如果今天你的脚没有办法被包覆的话，它其实会一直磨你的脚，所以你脚是会痛的。然后另外因为我脚比较瘦嘛，所以我每次穿这双鞋的时候，我的脚会一直往前凸就对了。所以我每次在走路，我都觉得我的脚快要冲出去了。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它会增加你的摩擦感，所以穿起来对我来说是非常不舒服的。
然后另外就是这双鞋子啊，它非常的滑，所以如果大家穿起来还算觉得 OK， 然后你真的很想买，那你们要记得就是要加底，原因是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会比较容易下雨，那它其实因为很滑嘛，所以如果你碰到下雨的地，其实是很容易滑倒的。所以最后一双鞋呢，我觉得见仁见智，但如果你真的要买，一定要去试穿。那这4个单品呢，就是我今天要拔草的，就是爱马仕他们家的入门，然后大家也很喜欢的几个热门商品。那我觉得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记得要帮我按个赞，然后要帮我订阅哦。